用这个色彩的变化和搭配的过程当中，竭尽其能事，想尽一切办法，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在不断的翻新，不断的创新。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啊，真正用4个字来形容，叫斑斓璀璨，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山朝时期的这个五彩器啊，这个东西啊，的确是比较的多，而且呢，尤其我们讲叫名目繁多吧，这样说比较准确一点，这样说比较准确。这就是刚才的这件东西啊，它的底款，底款。大明隆庆年制，大家注意啊，这个款很明显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回青料，蓝中偏紫。那么这个用的不是用的大明隆庆年制，而是用的照。请大家注意啊，用年照这个说法，在御窑厂当中陈化开始了。那么嘉靖、隆庆范例都有，但是呢数量不多，但是隆庆呢用照的用的比较多，年照，这个呢就是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这是一个缸一个鱼缸，上面同样写了大明隆庆年照，这个工艺那么和刚才都是一样的，这个叫满池胶或者叫荷塘如燕、荷塘鸳鸯，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就行了，看一下就行了。我来再找一些给大家看一下。这件东西呢，为什么把它挑出来给大家看呢？因为现在传世的这个纹饰不多，在国际这个拍卖市场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件，但是呢纹饰比较粗糙，这个叫松鼠葡萄这个比较少，这是我在日本的京都把它找回来的。所以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太熟了，是日本的一个朋友，帮我把它找来了，后来这件东西呢，给官府博物馆收藏，这件东西。那么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呢？主要是这个图案比较的少见，因为葡萄图案呢，我们在永宣的大盘里边就有见，但是呢，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万历天启时期，这个图案就特别的多，而且民窑当中也常见。那么这件东西呢，是一个官窑器，保存的这个完美程度可以说是无可挑剔。除了碗心里边矾红上有一点刮伤，整个的这个色彩图案保存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那么因为刚才我前面讲的有一件在拍卖市场上出现过，它的保存程度很差，上面这个色彩几乎都摩擦完了，看不见了，模模糊糊了所以我今天专门把这件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一看这件东西难得一见保存的非常完美。这个上面的这个松鼠这个是个白的这个很少见的，这就是它的款大明万历年制大明万历年制非常少见的一件东西。那么在这个之后请大家注意，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鱼缸上、罐上、碗上、盘上、碟上、瓶上能够见到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一件民窑的老寿星贺寿的，啊，请大家注意，这种图案呢，在万历时期啊，就是整体这种造型啊，还是比较多的。但难能可贵的是，这件东西呢，是个青花五彩的，啊，这个呢还是不多见，啊。底下是海水江崖，啊，云鹤这边呢是一个龟寿嘛，啊，龟寿延年嘛。那么这个呢是个非常难得一见的啊，这么一件东西啊，这个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另外呢，万历以后呢，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五彩瓷器啊，这个规模。啊，包括御窑厂的烧造几乎就停滞了，所以到了天启崇祯呢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只有民窑在烧造，而且那种所谓的双钩填彩这种装饰技法，几乎就不多见了，啊，很少见到了。那么现在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件东西呢？那么镜头前的朋友啊，如果说见过这样的东西的啊，大家可能懂的话，一看就知道了。哦，有朋友提出来，好像看到一个大的六方罐，可以讲解一下吗？我来看看。等一下啊，这个镜头前的我等会儿讲这一件六方罐。有啊，刚才有一个六方的。哎，这个呢，这个六方罐呀，其实它上面主要是画的是凤凰啊，一边凤一边凰啊，它是这样的。那么这件东西呢，也是一样啊，嘉靖有，隆庆有，啊，尤其是隆庆啊，这种刚才我讲的多边形的东西啊，比较多。这种底下都是大明隆庆年造，啊，基本都是落这种款。那么像这种东西呢，尺寸不是特别大，啊，基本上就在20公分左右吧，啊，20公分左右或者多一点点，啊，多一点点。那么这种纹饰呢，基本上还是一样，看见没有？这个本来是一个这是个灵芝啊，这是旁边的叶子，大家注意啊，看见没有？这个颜色呀，完全变得浓艳晕散，几乎你看不清这是个啥。其实它也是和旁边这个一样，应该是个剪刀形的叶子，啊，剪刀形的叶子。但是这是个隆庆的，刚才我前面讲的隆庆的，它这个青花发色呀，由于它这个石子青和回青的这个搭配啊，可能有点失调，也就是说石子青可能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回青多了以后容易晕散，啊，是它这个缺点。那么所以隆庆的时候尤其比较明显，就这个原因。那么你看这件东西就是这样典型，包括这上面，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包括它身上，你看见没有？这个按道理上面应该是画有这个羽毛的，但是你现在根本看不出来。你看我们放大了看，你也看不清它上面里边有羽毛。你看这个就是一坨蓝，至于画什么看不清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全这个道理啊。所以像这样的这个隆庆时期的作品啊，我们不管它啊和什么去搭配，你只要注意这个青花会出现这种现象，那么你就要注意它的年代会不会是隆庆时期的作品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到了万历21年以后，上有谕旨要求这个甘肃巡抚田乐去大小回夷寻找回青料，但是这个结果呢，可能不尽人满意吧，因为内库已经这个用料告急。万历21年，因为万历有48年，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的
青花料啊，大家要注意，用的是泽料，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万历款的这个青花器，那个青花不是回青料，哎，这个颜色蛮怪的嘛，是吧？是万历34年，这个太监潘相啊，他上书，希望呢等于回青料告急了，我们能不能用这个泽料啊来作为这个青花料来使用？曾经上书过，这个得到皇上的允肯啊。至于说后来御窑厂不烧，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用泽料是事实啊。所以我们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要把握住什么时候用什么料。就跟我们讲，前面讲到的成化的斗彩，成化斗彩，我们最早之前讲到的这个满池胶，它那个用料啊，那个敦实碗上面，你看那个材料还有一点呢那种酥麻离清的感觉。但是真正看到用双钩填彩的时候用的是平等青，那个应该是成化中期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双钩填彩的时候，你脑子里一定要有印象，这种东西绝对不可是成化之前的东西，早期的东西，一定是中期以后的事情。所以这在我们鉴定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记住它的始和终啊。所以我在前面就强调这个问题，学鉴定不是大而化之，可以好像啊这个都不允许的，是就是非就非，不懂就不懂，没关系的，我们再学就是了，是吧？这个我们要有一个端正的学习态度啊，争强好胜，拍着胸脯恨不得要吃下去，这个社会上的江湖气息，那不是我们搞鉴定这种非常高雅的事情，不是一个文化人要做的事情，这个江湖痞子做的，是吧？所以我们讲学习啊，要严肃，要认真，啊，不懂的没有关系，我们大家研究嘛，是不是？好，这个呢就这样啊，这个呢它的足端呀是平切的，虽然是六角，足端平切。那么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有个衔接的部位啊。我们讲，尤其到了明代晚期，这个尤其罐一类的东西啊，它这个对接啊，它中间有一道明显的一个对接痕的啊。民窑当中特别明显，御窑厂呢烧造的东西，它也留有这种痕迹啊，比民窑处理的要好得多。这件东西毫无疑问是官窑器，但是呢，大家注意，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对接痕啊。那么难能可贵的这种六角罐呢，它不是拉坯的，它是拼接起来的啊，所以工艺上呢是比较复杂啊。首先要把它拼好，上下要拼得准啊，对接要对得好，那么这件器型才能显得更加的完美，线条才能更加的流畅啊。这个是这样。另外一个呢，它底足削到这个底部这一块的时候，它一定是平切足啊。这个在悬削的过程当中，它是平切了啊。那好了，这件东西我们只能讲到这儿啊，只能讲到这儿。那么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呢，这个啊，这件东西呢，我们可能镜头前有些朋友是认识的啊，开门的是明代天启时期的青花五彩啊。这个的就是整体的这种底下落款的啊，一般像这种底下都喜欢落款。楷书4个字“天启年制”，很少见到有大明天启年制落款的，而且呢，基本上都不带框的，就是4字2行款，啊，就这么写，啊，这件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是2个高士啊，坐在这个山崖上。那么是在欣赏花呢，还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旁边是个柳树，弯曲的啊，一个柳树，头顶上是艳阳高照，这是彩云。那么，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边的青花，啊，刚才我们前面已讲过了，万历34年以后用这个泽料，这个时候的青花料基本上用的都是什么？都是泽料，啊，那么。我们在看这些青花五彩的时候，
除了欣赏它的颜色、造型、纹饰，啊，那么这个里边用的青花也要注意一下，特别加以。这个呢，我们叫玲珑石或者叫太湖石。从天启以后啊，这种庭院里边喜欢放这种太湖石、玲珑石作为装饰的呀，就特别的普遍，尤其在瓷器里边最常见。其实说白了，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很多的士大夫，包括一些这个富贵人家自己家的庭院啊，你看，包括我们苏州直到现在是吧？什么拙政园啦，什么狮子林啦，是吧？西园啦，是吧？你到那个园林里面看，都有这种太湖石，也有把它叫假山的，啊。这个呢，在我们北方的好像不多啊，到故宫里边啊，那后御花园里边垒了一些石头，啊，包括我们讲到这个圆明园或者是其他地方去看一看，南方特别多，南方的一些富有人家一些隐居的一些士大夫都喜欢，像拙政园就是典型的代表，这里边垒的这些东西很多件，包括我们扬州过去明清时期的园林特别多里边都有这些东西，这是一种标志性的东西。搞园林没有石头不行要有池塘，要有石头。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整个的这种风气也是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在瓷器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反映出社会的不同的层面和喜好刚才我们讲御窑厂烧的东西，那是帝王的喜好，你像这种东西就不一定是帝王所用，那么这种东西是谁呢？有可能是士大夫定做的那么这个里边就把社会当中方方面面的东西就反映出来了这是我要讲的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一个类似像何仙姑一样的龟这个是什么？这上面写的字实在是有点，这是祥云什么洞这个字写的有点看不太清楚但是呢，不管它写什么，我们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整体的风格，你看刚才两个高视图，它那个都是直口的，而且它的口沿部分都是一道旋纹，刚才那个也是一道旋纹。那么中间呢是绘画主体纹饰，也是用青花先在釉下绘制，然后在上面再搭配其他的色彩，红、绿、黄、紫这些颜色再搭配在上面，使它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案这个给人感觉又像何仙姑吧，但是又不像这旁边是一个蜜蜂应该是个蜜蜂，不像蝴蝶这旁边是鲜花也是在太阳底下。大家要注意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高士坐在太阳底下，艳阳高照，这个呢也同样是个艳阳。那么这位仙人呢踩在祥云上边，我们记得这个我们天启也好，崇祯也好，经常绘制一些装饰图样。这个里边比如说崇祯瓶里边有一种图案叫什么指日高升这是用这个徽州版画当中的图案，也有指日高升。大家要注意，青花画的那个太阳，它是用青花的把它涂抹满了一坨，那是叫艳阳高照，就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这个红红的这个是太阳一样的道理。如果就画了一个圆圈，那个就是月亮，那就不是太阳了。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就问我，他说究竟是月亮还是太阳？哎，这个真闹得很纠结。有的人他不知道，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太阳，那个是月亮；有的人认为这个是这个是月亮，那个是太阳，这个就搞来搞去，是吧？但这个地方呢，我再强调一下啊。那么这种呢，填色填满的是太阳，一个圆圈是月亮，这个我们可以想象月亮嘛，是吧？这个挂在空中，它是个白的嘛，对吧？应该是按照这种来想象啊。哎，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呢就跟刚才略有不一样刚才有一个蜜蜂也是花，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些云彩这是云彩，自己也踩在云上面。那么这个造型整体都是一样的整体都是一样，都是直口，整个装饰技法都一样。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大家注意，看见没有？这个是有意思，是带双圈的带双圈的天启年制。那么这个呢？我给镜头前的朋友讲，这种东西都没问题，的确是天启的，别弄错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后仿怎么样？没有，你把握好整个这个风格，背后落上天启年制，甚至不落款，它也是天启年制，这个呢，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代的风格呀，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风格来绘就的，所以我们掌握了这个以后你看天启的东西就会一目了然，尤其是这种彩器青花五彩，包括青花也是一样，画的也是非常的简洁，一点不繁琐，非常简约的人物主体纹饰是什么，然后辅助一点纹饰就完了，这就是天启的风格。好，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好像是这个曹国救过何仙姑了，这个变成这个是2个人物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纹饰都是一样的整个都是一样，只不过呢这个青花呢占的比例多一点，而其他的辅助的色彩呢略微少一些。这个是斑岩的，那么但是口沿上也是一道学问，上面也是太阳和云彩祥云，这也是祥云。那么这个呢就是青花人物多一点这个意思呢整体也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东方朔偷桃这是中间的是东方朔还在留着玉缕胡须这个老头踩着祥云，然后呢这是祥云这后边是背这个桃，这个连这个树枝这个整体风格大家看到没有？看了这么多件东西，几乎风格都是一样，只不过里边的内容不一样而已其他都一样这是画的凤凰这是凤凰。我为什么这么多东西呢都给大家看呢？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在市场上也不多那么看到的话呢，大家就有一个印象，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时代的就是这个时代的。这也是双圈的也是双圈的，但是外边呢这是加彩的。刚才我们看外边那个纹饰是没彩的就是青花这样一画就完成了就这么一画这种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它年代的。这件东西呢比较特殊这个呢也是同样以这个青花先绘制青花，然后呢再绘釉上彩这个也是天启的。还有一件东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管就是这个管。这件东西呢我们讲它既有釉下彩绘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有填彩的那个味道在里边，这是把两者结合起来。那么这种东西呢，往往我们过去把这种东西看的年代比较晚，都看到康熙去了，但实际上这种东西是我们过去把它看晚
啊，实际上这种年代相对的比较早，啊，那么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看法要加以纠正，啊，要把它纠正过来。这是宝珠顶带盖儿，啊，这上面先画青花缠枝莲花，这底下也是缠枝莲花，而且这个缠枝莲花画的还特别的漂亮，包括青花的缠枝莲花也是带有锋尖儿、锋芒啊，叶子呢，这和这个嘉靖的那种剪刀叶子还略有些不区别啊，这个叶子呢显得更加的肥硕，比较大啊，而嘉靖的呢嘉靖的万历的叶子啊，它比较的瘦，比较的小。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点区别，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带款的，这就难能可贵了。哦，没有放到这上面来，可惜了，可惜了。我来看看有没有。哎呀，对不起啊，这个呢我有款的，它上面有天启6年嘛，几年有这个款的，这个呢非常重要，这件东西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啊。我这个应该有这个图片，有这个款的，这个上面是没有啊，没有，这个很遗憾，等有机会了我再给大家看吧。那么这是我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件东西啊，由于它有干支年款啊。所以的话，这件东西呢就非常的重要。以后我们在鉴定的时候呢，就不至于把明代的东西变成了清代的，啊，把它看错，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朝代的变更了嘛，一个更替，所以这个错误呢就是不允许的了。那么另外一个注意底下这个海水的画法，这个海水啊完全是螺旋形的，没有那种像这个边上还有点海水江崖，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注意。清代用的比较多，啊，清代用的比较多，啊，这个呢，我在这儿再强调一下。那么这件东西呢，也同样是啊，这是在博物馆里陈列出来的，这个底下有款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有款，啊，这个底下也是带框的啊，带双圈的，天启年制，这好像是上海博物馆的这件东西，啊，上博的，大家注意一下。所以天启年制呢，刚才我们看到的那种啊。都是画的比较简约的，而刚才这个罐儿和这件东西明显的看起来，画的还是比较精彩的，啊，比较漂亮的。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们目前来讲，也不能把它很准确的定为是御窑器，啊，所以呢，把这种带天启年制，啊，四字款的这种东西呢，我们先把它列出来，啊。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有朝一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说有更准确的一些档案啊，能够把它揭秘出来，那最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类了啊。那么这个呢，我就把它专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对东西啊，有意思啊。这一对东西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常熟博物馆。啊，收藏的一对英细纹的小碗，啊，这一对小碗呢也是特别的有意思，也是用这个青花勾勒轮廓线填彩的，但是它的这个年代啊，应该到了崇祯了，啊，应该到了崇祯了。整体的，如果看这件东西呢，我们如果说按照过去的标准看呢，有可能会把它放到清初。啊，放得清楚，但这个呢，实事求是讲，这是一件勾勒填彩的，就是双勾线填彩的一件作品，明末崇祯，啊，尽管这件东西呢画的比较简略，啊，但是呢这件东西呢确确实实是那个时代的东西，而且呢我们在收集这方面资料的时候啊，的确也很难收到
相对比较准确的。你看这上面的英系啊，这个孩子身上穿的是绿的衣服，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这些小孩子身上这个小孩子扛的是一把这个偃月刀啊，大刀，看见吗？这孩子扛的是个大刀。这个孩子呢是穿的一个黄衣服啊，敲着锣啊。这孩子呢身上本来是有红颜色的，这个颜色掉了，但是这个孩子身上这个衣服啊，这裤子呀，告诉大家是紫色调的啊，我们叫葡萄紫。哎，这个呢是比较的难得的，尤其是在崇祯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孩子呢，这一个孩子在放风筝，这个呢也就是受我们早期的影响，比如说成化啊、嘉靖啊、万历时期的那种仿成化时期的这个斗彩所这个花卉的那个内容啊，花卉的那个内容。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目前我们找到的这个明代早期的这些作品。那么归纳起来讲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么多，就是把明代从宣德一种所谓的青花五彩，也叫斗彩的这个东西，一直讲到现在，基本上呢就把明代的这一部分呢基本上就讲完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明代早期就是从宣德开始到成化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所谓的釉下彩和釉上彩，基本上属于把它拼凑起来的斗在一块儿的这种斗彩到了成化以后，真正形成主流的却是双钩轮廓线以后进行填彩的这一部分，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那么到了明代的嘉靖、隆庆、万历，一直到崇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一对碗恰是在这个时代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数量和我们讲的青花五彩这个数量相比较，这一部分双钩填彩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在市场当中，尤其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如果你要收藏的话，我到这儿到特别要强调，就是这些东西是值得收藏的，因为它在市场上的流量，包括我们博物馆的收藏量，它都是非常少的。所以仅凭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引起重视。而青花作为这个色彩的一部分而形成的那种拼在一起的斗彩，也叫青花五彩一类，从明代嘉靖一直到明末这一段时间，它的数量、传世量、流传量，它是最大的，也是最多的。那么这个里边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面临着就是我们如何选择的问题，就是对这些东西，哪些东西更好、更漂亮、更值得选择，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这是要慎重考虑的。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个青花，作为这个水藻，鱼作为其中一点，像这种的档次就是比较高的。而胡慧成先生收的那种青花作为其中一种颜色，而鱼那种大的那种一对儿那种，也是属于比较少的这种都是属于比较经典的。所以我们在收藏东西的时候，包括我们刚才看到故宫那个盘口凤凰镂空双饰耳屏那种东西都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在碰到这样东西的时候，要适当的做一个选择尤其是藏家我提醒的主要是藏家。那当然学习的人那就
无所顾忌了，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学。不同时期不同时期的特点，这个都是每一个想学鉴定的人必须要学的东西，都得会看。我刚才讲的嘉靖釉色偏青，万历釉色偏白，是吧？嘉靖、隆庆、万历，它那个线条用的是回青料，明显颜色比较浓艳，明显颜色偏蓝和紫，这个就是时代的特点。而成化，因为它用的是平等青，它是那种淡淡的灰灰的蓝色调，颜色深沉而淡雅，也是它的特点。那么这就我们在这个鉴定过程当中就要注意了。而宣德的五彩，它用的是苏麻离青。我上次讲的那个敦实的成化不贷款的那个满池胶，它底下的养莲瓣用的似乎也是苏麻离青，颜色比较浓艳。而这种东西年代都应该是成化中期以前的作品。那么这个青花在鉴定的时候要学会的看，包括我前面讲到了大明天顺年制那个天字，那个大明天顺的那个款的那个碗，为什么要讲它？也是因为它那个款用的是苏麻离青，所以我们在鉴定的时候要分清楚青花料对这个作品的影响，以及我们鉴定的时候如何去寻找鉴定的依据，是我们学习斗彩、青花五彩，也就是说釉上彩和釉下彩，它两者结合起来的这种装饰艺术，我们如何去界定它，这是我们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知识，或者说是一个常识，这样有助于我们底下的学习这个如何来界定它，如何和前面的把它区分开。因为清代对明代的这个青花五彩和勾填这种斗彩的这种传承、这种愿望和那种创新的精神实际上是比明代人还要来得更加的富有热情，更加有激情，创造出来的东西是我们明代人做不到的。这就是我们这一讲当中要把这一段先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青花五彩、斗彩的影响是怎么回事？因为到了清代以后，无非就是一个朱明料、泽料，而且泽料是一个主旋律然后呢就是晚清这些仅有的几种材料对于我们瓷器的影响，同样也是对于我们清代的青花五彩和斗彩的影响这个呢就是我想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把这个前面这一段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目的呢，康熙、雍正、乾隆以及后来的一部分，因为前面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尤其是乾隆到顺治这一段时间，它是青花五彩和斗彩这个创新发展继承最完美的一段，也是最精彩的一段，是吧？真正到了嘉庆以后呢，基本上就很少见到斗彩这类东西，包括青花五彩已经不成为主旋律了，因为那个时候的青花和粉彩成为了主旋律包括五彩这一类东西那么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后来的影响它还是有的还是有的，但是呢不是主旋律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专门这个讲一下，好吧？那么今天呢时间呢也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对镜头前的朋友讲，谢谢你们，能够陪我这么长时间，啊，能够坐下来倾听我把我所要讲的东西啊讲出来，啊，在这儿呢，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啊。那么我们下一次啊，下个星期三，我们再见，好吧？